他的人生因为出自对青梅竹马的关心，从此驶向名为偶像不见尽头的单行道。他的极限因为不想辜负自尊和责任感，不断地用演出呈现的方式向自己提出挑战。然而正是这些并非出自本源的动机，让女孩获得从未有过的机会，体验到周遭的人希望她能给予的，或许与她设想的天差地远。大家好，我是 Skim， 这次就由我这个通口原香 P 来好好介绍自己的推吧。いや、近づかないで。さようなら。提到通口原香的名字，在这个角色时装当日就破天荒的和闪耀色彩 P 携手登上了日本推特的热搜。不是因为原香的初登版有多婆，又或者其他吸引众人注意的特质，恰好相反的，他从初次见面到 Wink 结束，都不曾改变对制作人的辛辣态度和毒舌言论。而且有别于谩骂和发泄情绪的叫嚣，原香在嘲讽时的用字遣词，可说是词汇层出不穷的字字珠玑。尤其是帮制作人取的绰号，常常会让人看得哭笑不得，甚至让人有点佩服原香的創意。でしょうね。ミスターオールドタイプ。雰囲気で喋るのはやめていただけますか？ミスター高青年。聞いてません。ミスターミュージカル。商店街の皆さんからも大人気な高青年。笑える。完璧な自己プロデュース。一流ですね， Mr. Producer。当然，如果只是把这个已经延伸成迷因的设定当作笑料，大可听到这里就不继续深究。可一篇以他为主角的专题影片，怎么能不好好解释背后的详细经过呢？我曾在上支影片提过，3名青梅竹马是因为浅仓透的缘故才加入283事务所。按照时间顺序排的话，下一个找上制作人的正是原香。但起初与刚好要下班的制作人搭话的他，原来压根没打算踏入这个行业。口头上表明对偶像有兴趣的说辞，只是原香为了打探283事务所的环境所编出来的借口。这个幌子也在从制作人手中接过名片后拆下。故事从原香展开截然不同的角度，正式拉开了序幕。这时我们才从制作人的视角，听见原香亲口说出自己的所作所为。不过是确认透没有被欺骗，以及要到名片后，起码万一出事了，也有人可以究责。如今目的已经达成，原香也不必再伪装下去，挑明了对偶像毫无兴趣的事实。然而，就如同原香当时出其不意的偷袭试探制作人在他打算离开时，冷不防以在原香身上看见仿佛钻石原石般的资质，投出了偶像邀请。想当然，此时的原香怎么可能马上接受？那拒绝的反应，现在看来跟遭遇痴汉没什么两样。不过当听见这样就可以跟透待在一起，又能以第一线的位置监视制作人有没有做坏事，若有所思之后，虽然脸上仍有些不情愿，原香还是点头答应了这个提议。我们也这才进一步有机会目睹这名从开始就对制作人冷淡且抱有敌意的女孩身上更多的面貌。は？ふざけないでください。近寄らないで。わかりました。そういうことであれば。樋口まどかです。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对外不论是 Wink 前期开始，在工作现场对任何人都能客气得体的应对，对内原香和年长的偶像相处时也是彬彬有礼。至于对平辈和年下的偶像，也大多能自然而无警戒性的对应。真要鸡蛋里挑骨头的话，唯独和每个人都想拉近距离，不疲于称赞的笑耶，原香倒是直接和当事人坦诚自己有点应付不来。借此我们可以得知，原香平时是待人和善且社会化的，身处团体意识强烈的 Nokchiu 之中，他其实是外人最好接触的。只有一个大前提，不要让原香认为会危害到青梅竹马就没事了。原香的第一张 PSSR 卡拉卡拉卡拉曾经轻描淡写的说过他对青梅竹马抱持情感，
不是直观用喜欢或讨厌就能一言以蔽之。四人相视相随而团体行动，早就对原乡来说是件理所当然的事。或许在那刚说完对偶像无感，又欣然接受邀请的背后原因，莫过于发自对青梅竹马的在乎吧。那么能够因此敲定原乡对制作人近乎厌恶感的态度，全是源自他对一个外人闯进青梅竹马关系的反动吗？在原乡展现他能以稳重和善的态度对待他人的 Wing 第一周，从他吐露的言辞，发现制作人一如既往对待偶像与工作的直率与热情，就像是触碰到逆鳞似的令原乡反感。即使收到制作人带有好意的赞美，不是满不在乎的敷衍或忽略，就是冷淡的归功于他人。正面示好没有突破，那就试试旁敲侧击吧。指着一旁为 CD 发售活动而现场表演的偶像们，期望原乡也能像登枝或夏夜似的受到感动，进而更投入偶像事物。正当制作人听见原乡口中冒出称赞的字眼，心想策略奏效时，一句曾经在现实中惹怒过实况组的名台词，瞬间浇熄了制作人渺小的希望。素敵ですね。はい。私の想像通り、笑っておけばなんとかなる。アイドルって楽な商売。字里行间可说是完全否定隔壁棚的看板娘岛村卯月的这段话，意思没有表面上那么的轻视。原乡随后立刻平淡的表示，这不是贬低，反倒要谢谢这样的低门槛，才能让他这样的素人也能很快得心应手。受到制作人和摄影师称赞的照片，对他来说只是做做样子之下的产物。那些被制作人用来希望引起原乡对偶像的兴趣的现场演出，在原乡的质疑之下，反倒被用来逼退的制作人甚至答不出偶像为何物。看来原乡笃定的面对制作人时，自己压根不打算露出半点对偶像的期待和动力。说到底，对这个本来就不是为了成为偶像来当偶像的女孩来说，这个身份的一分一秒没有去紧握的价值。她想掌握的只是眼前这个男人对透是否别有用心。但是原乡恐怕万万没想到，自己朝制作人和偶像工作架起名为冷处理的防线，却因为遗忘了偶像业界必然存在的其他势力所带来的影响，而慢慢的开始动摇。原乡和制作人偶遇了主动上前搭话的女粉丝，表示自己从现场演出喜欢上了原乡而成为粉丝，希望能握手和拍照留念。获得制作人许可后，以模范生水准完成粉丝服务的原乡，回头听见制作人不改作风，又开始称赞自己，有别于一贯的冷静，反倒丢出了疑问：别人对他期待着什么？原乡并非出自个人愿望而当偶像，如今喜欢自己的粉丝却慢慢变多，这对偶像无欲无求的原乡，不明白他人到底从身上寻求什么。面对也答不出所以然的制作人，原乡说出：能对明明没胜算的赌注感兴趣，你还挺不正常的呢。在嘲讽制作人坚持要让他当偶像这件事的同时，原乡把自己称作没有胜算的赌注的观点，似乎也变相的说明他自认没有回应这份期待的本事。本以为对话不了了之的交集，由于意外得知原乡和夜月借了练习室的钥匙去自主训练，让制作人感受到事情的端倪。难道对初衷是为了青梅竹马的安危的原乡来说，自发性的精进身为偶像的水准是有必要的？又或者深入其境之后，本来对偶像不以为然的原乡有所改变了呢？这个问题的答案将随着急往直下的第3周和第4周开始掀开底牌。Wing 第3周在驱车前往下个行程的途中，制作人问起了试镜状况如何。恍神片刻后，原乡提到有以不同方式处理紧张情绪的偶像们，手不断抖着，反复深呼吸，以各种形式表露自己紧张情绪的人随处可见。而即使试镜结果尚未公布，不少人却已经按耐不住不安。知道此时担心的话语只会遭到白眼的制作人，决定简简单单的让原乡保持乐观就好。怎知这次轮到原乡追问下去，问制作人到底真心这样认为吗？接下来不论哪个选项，借由谈话的内容可以察觉，两人看待努力与结果之间的关联性有着明显认知上的落差。事前自认会遭到淘汰，试镜结果原乡最后还是站在了胜出者的位置。然而亲身经历过竞争对手充满情绪起伏的氛围，
多多少少的影响今后原乡面对试镜时的态度。当初那位在 CD 贩卖活动上的表演，被原乡认为偶像只靠笑容就能万事都通的偶像，参加试镜结束后当场哭了出来。相较作为制作人近乎无条件相信原乡作为偶像的资质和努力能开花结果，原乡亲眼见证那些与自己截然不同，对胜出的渴望化作情绪表露于外，无比在乎试镜结果的其他偶像，终究在胜利建立于被选择的世界中，没有因为抱持的情感多寡而占有优势。现实是只有表现优秀的人才会胜出。原乡意识到接下来的偶像之路已经不是笑着就能蒙混过去，而连他也始料未及的是自己也逃不过面对临界点的命运。通往 Wing 准决赛前的最后一个礼拜，一如往常的在课程结束后前来查看原乡的状况，关心被拒绝后制作人提起明天就会收到下个试镜的资料。问到他打算怎么接收时，沉默片刻后，原乡突然毫无来由的问起为什么制作人还坚持让他当偶像。心想自己大概要让原乡失望，而先成了有所不足的制作人，紧接着却目睹了眼前这名一直对他投以否定和嘲讽的女孩，坦诚以对心中的害怕与压力，卸下了保护青梅竹马举起的武装，横渡过每一个名为挑战的逆流。通口原乡在这些背后还剩下的是一个哪怕出自于赞扬，也讨厌被评价以及与他人比较，缺乏自信的灵魂。歯の浮くようなセリフ。ここは舞踏会ですか、王子様。さらにもっと？そこで知るのは身の程って現実でしょ。アイドルなんか知りたくなかった。期待なんか背負いたくない。必死になんか生きたくない。自分のレベルなんか試されたくない。何度も何度も。そんなの私は怖い。偶像业界那以付出努力追逐梦想为号召的闪亮招牌，在他眼里除了夸大的令人刺眼之外，充斥着输家被比较选择的残酷。如果说东柚子起初对偶像邀请的顾忌是看见别人散发了光辉而自惭形绌，那原乡对偶像业界的排斥是害怕永无止境的自我挑战。倘若真有天尽全力却失败了，无路可逃的他就得面对尝到无力感而失败的自己，那个一直以来缺乏自信的自己。但即使如此，原乡没有选择一走了之，瞒着制作人界要使自主训练，嘴上不断嫌弃，仍然好好完成偶像工作和试镜。比起对自我表现的无所谓，原乡为了别人的期待可以全力以赴，这是他的自尊，同时也是他的责任感。然而感受到朝他投来的期待随着喜欢原乡的粉丝变多，出自责任感必须回应这些心情所造成的压力，累积至今已经超出了原乡能负荷的范围。这是粉丝所不认识的他，毋庸置疑的也是始终从旁陪伴的制作人无法视若无睹的原乡。此时此刻，制作人开始侃侃而谈，在他眼中，原乡作为偶像藏也藏不住的资质，并不是什么与生俱来的魅力或已经磨练完成的才艺，而是每次面临的挑战都是全力以赴，关关难过关关过的努力加精神。两人相遇时，制作人说过原乡像是原钻，可原钻没有经过高压和雕磨，那终究只是矿物。原乡不曾逃避过偶像之路给予自己的挑战，正是制作人相信他必将把自己打磨成宝石般闪耀，进而吸引目光的最大魅力。单凭一己之力撑到现在，真的很谢谢你。这句话来自制作人的勉励与感谢，不仅是对原乡的肯定，我认为也是解释制作人为何面对原乡时而冷淡时而讽刺的态度，也总是笑而了之的主要原因。如果公事方面对方能够达成要求又肯努力，那为何不让彼此的关系有更自由的空间呢？私、あなたには期待しません。代わりに行動で、無理やりにでも信じさせてください。それから、八つ当たりされたら注意すること。甘いだけの人は頼れませんから。把将目标放远化为驱使自己超越的动力来源，是过往缺乏自信所以习惯不设立目标的原乡，
从今以后在偶像之路的第一道课题。接受这点的原乡也反过来要求制作人，别再尝试用言语取得信任，能够说服他对方值得信任的，就只有实际行动而已。转眼间来到 Wing 优胜的当下，我们能够短暂的看到原乡也有那么一个瞬间，被喜悦攻占心头而短暂忘了所有的负担。这也是首次原乡在演出成功之后，不再担忧下个挑战是否会击倒自己了。优胜后要回家的原乡向制作人承认，光凭他的能力是无法达到优胜的。感谢制作人始终以来的帮助，结尾原乡第一次不是以绰号称呼制作人，象征他终于放下了监视制作人的目的，真正意义上的开始了偶像生活。はい。今日くらいは素直に聞いてあげます。もちろん、あなたの気が緩まないように。それでは、お先に。また明日からも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プロデューサー。而他担心和青梅竹马共处的日子会被迫改变，实际上还因为大家身处同个团体，在一起的时间变多了。原乡还是一样照顾努力的小蜜，出差还是会和他拌嘴，而透依然是那个和自己关系最久，需要靠他悬崖勒马那些脱序行为的老相好。从透的言语中也能听出他对原乡相当程度的信赖。幼稚园开始就是邻居，双方家庭关系好到会一时兴起就请对方去家里用餐。借由 Nokchiru 相关的故事片段，能得知透和原乡曾经用名字互称彼此，但现在即使只有青梅竹马在场，他们仍然坚持用姓氏叫唤对方。只有像 Support SSR on Title 那样，原乡自言自语的时候才会回到过去的方式称呼透。说起来，原乡对透抱持的情感，从种种迹象来看，都远比透对他的想法来得复杂。两人虽然情感深厚，但刚才提到的 Support 卡也揭露了，原乡有着不愿在能力上自认输给透，将彼此视为分庭抗礼、对等关系的伙伴。加上有个晨间对话，原乡会对透传来和制作人的合照感到生气，这使他对透抱持的情愫又增添了几分玩味。そういえば、この間、朝倉からあなたの写真が送られてきたんですが、何ですかこれ？どういうつもり？はい。よく言葉を選べましたね。ミスター不純物。偶像的道路给了原乡一片全新的视野，也带来了意料之外的缘分。限定 PSSR Ginkgo Bilo， 制作人注意到原乡和其他事务所的偶像在对话，从内容隐约能感受出原乡在安慰对方别难过这次的不如意。互相道别后，发现在一旁等候的制作人，原乡坦白他不觉得对方现阶段能在试镜中获得好成绩，但这不代表那名偶像付出的努力在他眼中少于别人或不值一提。因此原乡鼓励那名偶像以原本的面貌遵从天气去努力，才能适得其所，勉强成为别人心目中理想的自己，抱持相信梦想就能实现的信念去前进，只是徒劳浪费付出的努力。Storyline 的存在剖析了偶像兼具了两面性， Nokchiru 的故事则深入偶像背后努力的描写，阐述着不是只有爬得够高被看见后的努力才够资格被称作努力，光是存活本身就需要很多旁人看不见的努力。值得一提的是，这段文本藉由在寒冷的天气仍必须穿着不耐寒的衣服，表扬给穿着保暖的观众看的论点，借角色之手用常识面稍微去讨论偶像文化在外人眼中的不合常理和奇特之处，也是 Nokchiru 剧情中特有的产物。この寒いのに、アイドルだからって薄手の衣装とかありえない。周りの人たちは身を守るために暖かい服を着てるのに。今日だけじゃありませんが。我们还会跟随制作人跟原乡的脚步，再逢这位受到他激励的偶像。
彼时彼刻同时迈入挂的章节。但这可不是什么感人重逢，相反的，这段情会因为原乡的选择陷入尴尬的状态。制作人收到了来自原乡工作结束后的讯息，这回是一个提供好脚本的综艺节目。相信这对原乡不成问题的制作人，却发现原乡直接在讯息中提到工作失败了。去和他见面的路上，查看了综艺节目被观众上传的片段，这才发现讯息中所指的失败，是指不按脚本演出，义正言辞地否定在场的某位偶像的自我介绍。这样的反常让制作人不得不开门见山，约他在工作后见面。原乡运用了制作人想用几口音画下意大利面的时间来解释动机。那名被原乡否定的偶像正是先前被他安慰的人。之所以不留情面在节目上否定他，是因为那名偶像以自己的无能为卖点，自称无能系偶像来当特色。原乡明白那是他选择的生存方式，这样的自嘲手腕有他存在的重量。他事后也承认当时不该多管闲事，但是那个当下某种想法成的情绪超越了理智，令原乡脱口而出这样形式的自我轻视，让他无法和其他来宾一样一笑置之。节目上那句“你原本的样子并没有错，继续那个模样就好”，多少透露着原乡在当下对那名偶像的惋惜。有些人明白当时所说的话肯定会被旁人视为刻薄，原乡甚至表明就算因此被开除也无所谓。在他眼中，这段付出的努力不比别人多，却一路被评价出类拔萃的偶像生涯。除了幸运和受许多人的恩惠之外，原乡找不到合理的解释。已经学会自信层面的问题不能从言语下手，制作人这回只打算回应原乡在节目上的抉择。他无法否定原乡这次不放弃真正想法的发言，按部就班的遵守规则，有时会失去看见某些东西的机会。而原乡目前所经历的烦恼、挫折和寂寞，也是人生不可或缺的一面。有所谓的选择都会有两面性，承担代价与否，只要自己接受就行了。何况在制作人看来，对原乡真正重要的是跟那名偶像传达了要相信自己的成功与否。结束自己的看法后，制作人提到他得付原乡封口费，也许这暗示以上的意见撇开了偶像制作人的身份。奇弁。今の言葉はプロデューサーとしての、それともあなた自身としての。それなら申し訳ありません。しっかりと聞いてしまいました。でしたら、ホットのレモンティーを追加で。向来拒绝收取制作人好意的原乡，罕见的要了热柠檬茶。他曾经提到过自己平常会喝的柠檬茶。过去明言要求制作人要用实际行动证明自己值得信任的原乡，这次认可了制作人的意见。挂的结尾，原乡和那名偶像在离开大楼的电梯相遇。听了那名偶像在电梯里对原乡的坦白，我们可以知道他很喜欢原乡。即使经历过那件事后有点讨厌，他还是很感谢自己能遇上原乡。就在即将分开之际，原乡坦白当时所说的话纵使听来轻薄，但他的本意不像节目结束后那名偶像提问的那样，原乡不觉得他是轻浮可悲的。传达自己认同对方抱持的决心和尝试的勇气，原乡希望两边都要加油。这样对白节奏轻快且情绪平淡，但对两人意义重要的对话，呼应了挂优身后制作人对原乡的脚步用大象的脚步做比喻。身重数吨的大象，其实走起路来的声音是安静无声的20赫兹。脚底由脂肪构成的柔韧组织，将大象后脚跟的骨头高高垫起，形成用脚尖走路的姿势，加上类似鞋垫的构造，能把脚下的声音近乎100%隔绝。所以我们几乎听不见大象走路的声音。即使是本意重如泰山的事物，也能以轻如鸿毛的形式传达，就像不会因为大象走路无声，就说大象躯体不重一样。原乡那时的发言，纵使时机和形式轻佻，蕴含的情感和想传达的理念，却是谁也无法质疑的重要。说到底，原乡一直以来的用词，不也是语气冷淡平静，
却传达了字字珠玑的讯息吗？这件事因为自己轻薄的发言开始，也结束于两人轻快不紧绷的对话。这样大象脚步般的前进方式，我想对原香来说再适得其所不过了。待って。あなたの一歩は軽くない。とても重くて力強い。頑張ろう。お互いに。这样无声却每一次富有重量的步伐，行走到 landing point 的时候，原香对偶像的理解和心态又进入到另外一个层次。经历过挂和限定 PSSR、Pitos L Piece， 原香这次要在准备团体专场演出之余，另外准备个人名义的演唱。原香觉得这种演出方式的客群，比起像他这样的偶像，更多人会选择专业歌手的场次。但在 Pitos L Piece 的出演的从原香的歌声中听见激情的制作人，以二度只是有人会从想吃的东西来挑餐厅，却有人以餐厅的氛围当前提做挑选的比喻，告诉原香有人会为了他而来。没多做反驳，和接下来觉得原香表述自己西部想法的次数变多，令制作人对原香接受自己方针这点感到安心。某次外景拍摄完的晚上，制作人去溪边遇上了原香。这场景和从前出手帮助跌入溪中的他那次如此相似。谈到对工作近况的看法，原香表示认为制作人在 Noctiu 专场演出的期间，和安排他的个人歌曲演出，是为了让更多人看见原香的魅力。但制作人则强调着重的点是，接着交给他足够的表演空间和自由，让原香能呈现一次内心想表现的内容。重要的是对原香而言，什么具备价值，而非它本身具备什么价值。面对制作人如是说，原香对此非常不以为然。连贯了整个 landing point 反复出现的疑问：偶像为何物？原香此时公开了自己的解答：偶像被世人当作投以注意力为乐的存在，粉丝观赏歌舞表演的用意不在技术好坏，而是纯粹为了观赏当事人而来。但这正是原香无法接受的。如果努力准备的演出优劣并非重点，那观众纯粹为了观赏通口原香而前来这件事，在他眼里自己就像取悦他人的怪胎秀一样，演出的价值也会被束缚在偶像取悦粉丝的窠臼。反对这个看法的制作人认为原香终究没有跳脱自己作为偶像的演出，只是迎合他人要求的陪衬品的想法。只要他不肯面对自己还活在迎合他人眼中价值观的阴影下，自卑感就近乎诅咒一天不会解除。不要为了满足别人，抹杀掉呈现自我的自由。Pitos L Piece 的时候，原香选择在歌曲方面重新展现激情，可当时无的放矢的不停练习，结果超哑了自己的喉咙。理清内心渴望的明确方向，并允许自己拥有追求和展现的自由，这是制作人希望原香能理解他所需要的，也是那些喜欢他的人们希望原香能告诉他们的。通口原香真的能代表自己的演出。毕竟如果原香真如他所说重视自我呈现的评价，那我们也肯定能借由那些努力打磨出的作品，更明白他的内心世界吧。不愿再辩驳的原香从制作人身边跑开，看着他逐渐远去的身影，制作人的心中开始天人交战。经过了这么多时间的相处，他已经抓到了和眼前这名明显想维持距离的女孩对彼此都好的相处距离。理智和经验告诉制作人，现在不可以做过头，不能再更靠近了。但心里却有另一个声音说服他，即使这是个错误的选择，自己也要追上去。就好像当初原香在挂明知违反脚本，但还是出于好意否定了那名偶像。当自己追上原香时，恰好他不慎跌入水中，制作人立刻想扶他起来，却被原香拒绝，并说被制作人扶起来，他宁可溺毙。制作人则沉默片刻后，表示能体会刚摔倒时被扶起来会痛这件事，也坚持会等到适当的时机再擅自出手帮忙。两人共同经历了那么多时间，关系远比当初来的亲近。可原香出自自尊也好，因为个性也罢，习惯和任何人都留下一定程度的距离。就算对方是 Noctiu 之中和他认识最久的透也一视同仁。
但是就像那晚在溪边发生的事，就像制作人方才不惜破坏距离感也要追上去，在乎对方的情感超过理智的时候，破坏保持的距离也要做出的举动，不就是不能弃对方于不顾的最好证明吗？嫌い。本当に。Landing Point 的终章听着原香的独白，理想唱歌时向制作人主动询问训练室的使用状况。我们可以得知他开始享受歌唱的过程。原香他本来被压抑住，与生俱来对歌唱的喜爱，总算随着变得单纯出自于表演行为的渴望而获得解放。体が歌いたいと言っている。私はその衝動で歌う。誰のためでもない。そういう誰のためでもない歌だから。それを聞く一人一人の歌になれ。そしてそれを聞きたいと集まった人がいることを私は原香的个人曲《梦见鸟》，歌词的字里行间里都传唱着他目前为止的人生。但愿其中描写那对缺乏自信的娇小翅膀，能够如愿眺望远方的景色，继续向我们倾诉那份怀抱于内心中的激昂。我是 Skim， 感谢你看到最后，告诉我你对原香的看法或印象深刻的地方。对一个原香 P 来说 ，Landing Point 酸中带甜的结束，正好让原香的角色曲线画下第一个圆满的圈。老样子，下支影片见。